Hello， 大家好，我是 Dennis，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上一支视频我们完成了濑户内海行程中的小豆岛的行程，这支视频我们将给大家带来直岛的行程。你将会看到如何坐轮渡上直岛，怎么打卡草间弥生的红南瓜和黄南瓜，整个直岛的游玩路线怎么玩才最合适，体验沿途美不胜收的海景，以及高松港附近私藏的宝藏美食店。那么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吧。欢迎来到 Dennis 自由节，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带你体验旅途小确幸。早上直接在码头柜台买了船票，图上可以看到去的期间直岛的艺术设施都是关门维护的，这就有点可惜了，很多艺术展都不能看了，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在官网上查一下，预定行程的时候尽量避开闭馆日。这次我们依旧是从高松港出发，乘坐轮渡上直岛。与小豆岛的船不同的是，这个是有栈道直接上到客舱的，不像小豆岛的是人车不分流的。因为这几天是直岛的艺术馆闭馆日，所以上岛的人其实不是特别多。跟着人群沿着扶梯一直往上走就到船舱了。整个客舱的空间很大，座位大部分也是沙发椅，看着都是挺舒适的。然后我觉得它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靠着窗户的一排座位是面对着窗户的，就是你坐在这边可以更好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当然我就选了这个位置坐下了。我们还是去上面的甲板看一看吧。这个船不同于去小豆岛的呆呆兽主题船，就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了。外面的视野还是不错的，等船开起来之后，两岸的风光依旧是很美。然后一路前行就差不多到直岛了。然后我们来讲一下直岛正常的玩法吧。红南瓜就在到达的码头这边，黄南瓜在艺术区巴士站这边。我们游客游玩的重点就是这个画圈的艺术区这一块。我这次的行程先是在码头坐巴士直接到艺术区的这一边的巴士站点，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直接租单车，这样更自由一点。像这个本村直岛新美术馆也是现在新开的，比较火的。这边就是巴士下车点了，然后南瓜也在这边，然后主要逛的美术馆都是在这一边的，像贝奈生啊、李承焕啊、地中美术馆。我去的是闭馆日，所以步行的那一圈是关闭的，所以是走的自行车的那一条。租自行车的话就跟着我的路线走，返回码头就行了。步行按图上红色路线走。船慢慢停靠码头了，已经能看到那个红南瓜了。下船之后可以看到远处的巴士已经等着了。我们先去打卡一下这个红南瓜吧。整个渡轮的船体也是草间弥生经典的红白几何图案。红南瓜颜值还是很高的，然后它其实里面是镂空的一个空间，我们进去看一下，有别有洞天的感觉。红南瓜这边拍个照打卡，我们就去赶公交了。沿途本村会有一站，也就是直岛新美术馆这边。有几天什么都没开嘛，所以大家都直接到终点，下车往前走一段就能看到黄南瓜了，颜值很高。今天正好人少，可以拍拍照。
这个也是比较出名的一个装置艺术作品，出自美国动态雕塑大师 George Ricky。除此之外，整个贝奈森艺术区还坐落着许多此类的装置艺术作品。这个大草坪还是挺惬意的。他在看什么呢？好像很爱学习的样子。闭馆期间，其实整个岛上的工作人员还是都挺忙碌的。这边在装修什么，都是电钻的声音。海边走一走，拍拍照，然后看到有一只小鸟也在闲庭信步的海边走着。海边的大草坪上也错落的放置了很多装置艺术作品，这边的是有一个以猫为主题的装置艺术作品群。这边沿着海边一直往山上走，就可以到其他的美术馆的区域了。因为这次去向下的人行通道是封掉了，所以我们是走的骑行的这一条路。但是因为没什么人，慢慢走的话，反而发现了其他不同的美。一路沿途的景色真的是特别的美。来指导的话，也推荐大家可以租一下自行车，走一下我这条路。这个就是李承焕的标志性的艺术作品了，所以因此来这边打卡的韩国人也是特别多的。地中美术馆的入口处还是挺出片的，这条下坡道映衬着背后的海景，非常有日系治愈的感觉。沿着盘山公路一直走下来的话，就差不多回到了原来港口附近的小村落了。看见随风摇曳的锦鲤旗，与这周遭恬静的风光，松弛感满满。这个大云朵也是直岛港口附近的标志性的装置艺术作品。英国艺术家托马斯·霍希赫恩的云门也是濑户内海国际艺术季的参展作品，由白色网格构成的不规则几何体，在不同天气和光线下呈现出通透又梦幻的效果。走着走着，我们就又回到了港口了，然后等船回高松了。这个冰淇淋网上都说很好吃，因为我去的时候是闭馆日，所以没有营业，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尝一下。回来的船次都是圆形几何图案的装饰。回到高松，带大家去港口附近北滨这一块的一家我寻觅到的宝藏食堂，这家都是以套餐形式的，然后东西好吃，价格划算，店家也是做捕鱼业的，所以食材相当的新鲜，而且分量也相当足。我去的时候正好刚刚过了饭点，所以没什么人，所以选了港口边的观景位看看渔船，相当满足的一餐，推荐大家可以来尝一尝。
然后又去附近逛了逛其他的商业体。这个圆形的穹顶还挺好看的，买了个冰淇淋尝一尝，有点踩雷了。这个老款小迷你好可爱。晚餐的话，我去了网上推荐比较多的吃黑毛和牛的一家叫文巴的店。整个店铺空间不大，装修也是蛮复古的那种昭和风。点了一个拼盘，整个肉的纹理还是挺好看的，味道也不错。想吃黑毛和牛的朋友也可以来试试。好了，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下一期我们将开启晴店一日游的行程，带你打卡柯南和小丸子都去过的日本人必打卡的金刀比罗宫，再去到超萌的呆呆兽公园，最后打卡艺术感爆棚的佛生山温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下期再见。